医生兼健康教练石黑诚志，曾在日本国立癌症研究中心中央医院接受大肠癌外科治疗的训练。他曾在名古屋大学医学系附属医院、爱知县癌症中心中央医院和爱知医科大学医院等单位工作。他原本过着非常不健康的生活，但当他的身体发出警告信号后，他亲身实践了少食生活，采用有规律、有节制的饮食方式，透过改善饮食来重拾健康，成功减重，使身心都回到了年轻状态。从5个不同的角度，本书探讨了各种健康问题，揭示了少食的秘密，包括少食与长寿的关系、排毒对健康的重要性、进食的时间和频率对健康的影响，如何实践少食生活，例如吃什么，不吃什么，以及拥有感恩的心态。现在，我们该如何吃才能更有益于身体健康呢？目前，购买快餐店或便利商店的食物已经成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。在饮食习惯高度细化的现代社会中，我认为我们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食品危机。如何吃得更健康？日本人的癌症发生率每年都在增加。从事医学研究的医生认为，这种现象出现是因为平均寿命延长后，罹患癌症的人数自然会增加，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实。然而，正是受到这种观念影响，导致日本并未从预防的角度制定癌症的研究策略。从厚生劳动省公布的平成24年（公元2012年）癌症对策推进基本计划中可以看出，该计划注重于培养治疗癌症的人才，加强缓解治疗，如何减轻癌症患者的身体和精神痛苦，以及透过健康检查及早发现癌症等。然而，有关预防癌症的项目，却只有戒烟和预防感染、接种疫苗、消毒。至于改善饮食生活和与运动有关的具体做法，则毫无提及。尽管食物与癌症发生之间的关联早已为世人所知，但在国家的计划中却不受重视。这又如何能减少癌症的发生率呢？养生训的健康饮食法。那么，过去的日本人吃些什么呢？江户时代的儒学家贝原义宣在他的著作《养生训》中，详细记录了江户时代人们遵循的健康法和饮食法。义宣生于1630年，在他那个时代，能活过50岁的人并不常见。但义宣因亲身实践了养生术而活到了84岁，可谓是尽享天年。义宣告诉人们，欲望是损害身体健康的主要原因，克制饮食的欲望相当重要。饮食应以适量为佳，不可暴饮暴食，而且餐后一定要走上几百步，饭不应吃到饱。虽然义宣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要吃早、午、晚3餐，但他也强调吃少一点最重要。每餐的内容是米饭搭配汤类，以及1至2种副食。义宣提醒大家，吃饭不应该吃到饱，每一餐只要吃到饥饿感被满足后，就该停止进食。忍耐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，这其实就是吃饭只吃8分饱的概念。一个人如果吃太多，就会伤到脾胃，脾是能分泌消化液的器官，现代称之为胰脏。但我们若能克制欲望，生活懂得节制，就能预防疾病于未然。义宣认为我们的饮食不应该造成肠胃过度的负担，他一再强调节食的重要性。例如，若早上起床后感觉昨晚吃的食物还未消化完毕，就不该吃早餐。到了中午要是仍没有饥饿感，那么午餐可以不吃，不需要强迫自己吃饭。这些建议和现代的禅修养生法如出一辙，强调的都是深呼吸、放慢咀嚼以及感受食物的滋味。不过，义宣对于吃得少的建议并不仅限于3餐，他还说一切食物都要量力而行，吃饭不需要全都吃完，饭剩下了就放在旁边，等到饥饿感来临时再吃。这就是我们现代所称的零食，而义宣建议的零食应该是食物留下来后的再次食用，不可弃掉。江户时代的食物多种多样，但由于没有冷藏技术，所以新鲜食材的保存时间较短，因此人们通常采取将食物晾前或腌制的方法来延长其保质期。义宣提到，腌制食物与热量不相关，因此并不损伤健康，只要适量吃，而且腌制过的食物可以保持一段时间，所以很方便。此外，义宣也建议饭后可以喝茶，但不宜用酒精。他指出，酒精会伤害肝脏，对于健康不利。至于茶，他特别推荐绿茶，因为绿茶有益健康。
有助于促进消化和抑制脂肪吸收。逸轩的养生术也包括了规律的生活习惯，他强调早睡早起、每日运动以及保持愉快的心情。这些原则都是现代养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强调身体和心理的平衡。现代科学与逸轩的养生观点。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实了逸轩在养生训中提到的许多观点，例如吃太多和暴饮暴食对健康确实有害，容易导致肥胖、糖尿病、高血压等慢性疾病的发生，而适量进食、控制饮食的观念已成为现代健康生活的一部分。逸轩也提到的节制欲望也与现代的心理健康观点相符，过度的欲望和情绪暴食都与心理健康问题有关，如焦虑、忧郁等。因此，学会克制欲望和情绪调控对于维持身心健康至关重要。逸轩的建议中还包括定期运动。现代医学已经充分证明了运动对健康的益处，包括增强心肺功能、改善代谢、减轻体重等。因此，现代养生学也强调定期运动的重要性。至于饮食方面，逸轩强调吃得少、不暴饮暴食的原则，与现代的健康饮食观点一致。现代科学研究已经证明，过度进食与肥胖、糖尿病、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密切相关，因此控制饮食、遵循适量进食的原则对于维护健康至关重要。此外，逸轩提到的零食观念也与现代健康饮食的一部分相符。现代人常常吃零食，但要注意选择健康的零食，避免高糖、高盐、高脂肪的食物，以免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。逸轩的观点注重于克制食欲 （control of appetite） 以及适量饮食 （moderation in eating）。这种理念不仅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，还可以预防慢性病。现代研究已经证明，过度饮食和肥胖是导致糖尿病、高血压、高血脂等健康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逸轩的建议与现代医学的观点一致，即适量进食、过度摄取热量是维持健康的关键。此外，逸轩提到了餐后散步 （post-meal walks） 的重要性，这一观点与现代的健康建议相符。散步有助于促进食物的消化，并减轻餐后的不适感，也能改善新陈代谢。这也是为什么现代健康专家建议在用餐后进行短暂的散步，而不是立即坐下或休息。逸轩也提到了对食物的感恩 （gratitude for food）。这个观点强调我们应该珍惜食物，明白食物的重要性，而不是浪费或随意消耗。在现代社会中，食物浪费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，这不仅对环境有害，也浪费了资源。因此，感恩食物并减少浪费是一种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方式。逸轩的养生观点与现代养生学的某些面向相辅相成，证明了他的智慧在今天依然有价值。然而，需要指出的是，逸轩的养生术是在江户时代提出的，与现代生活环境和饮食习惯有所不同。因此，尽管他的原则仍然有价值，但在应用时可能需要适度调整，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求。总而言之，逸轩的养生训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健康饮食和生活建议，这些建议与现代科学的研究结果相符。适量饮食、克制食欲、餐后散步、感恩食物等原则仍然具有指导意义，可以帮助人们维护身体和心理的健康，特别是在当今高度细化和快节奏的生活中。通过将这些古老的智慧与现代科学相结合，我们可以更好地追求健康和幸福的生活。